我冒红色雷暴预警抢修公司总电路，提醒代班工头核心回路有致命隐患，他却为10万奖金污蔑我代工，当众把我开除。我录下他权责承诺的视频，转身就走。谁知雷暴不记，他的瞎操作直接烧穿机房，千万级核心数据彻底损毁。等他面对天价赔偿众叛亲离时，可后悔当初非要抢我手里的那把绝缘扳手。红色雷暴预警已经在市应急局的平台上挂了整整6个小时，豆大的雨点砸在30层高压配电室的防火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声响盖过了柜内变压器低沉的电流嗡鸣。我穿着全套绝缘服，戴着绝缘手套，蹲在10kV 总进线柜前，手里的验电笔反复扫过端子牌，指尖的触感越来越沉。窗外一道惨白的闪电划破天际，瞬间照亮了整个配电室，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炸雷，整栋大厦的墙体都跟着微微发颤。腰间的防爆对讲机突然炸开，传出代班工头王建业气急败坏的嘶吼：洛凡，你在配电室里磨洋工呢，还有最后一组机房双电源自动切换调试，10分钟内必须给我做完。我皱着眉按下对讲键，压着嗓子回话，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王工头，雨太大了，雷暴持续升级，总柜的浪涌保护器后备熔断器熔断了，防雷接地和工作机的等电维连接也有问题，我必须暂停作业，先做隐患排查。对讲机里立刻传来更凶狠的骂声，连带着不堪入耳的脏字：排查什么排查？董事长马上带着风投团队来公司视察了，今天这营检安全标兵的10万奖金要是黄了，老子剥了你的皮！动作快点儿！我握着验电笔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窗外的雨势越来越猛，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像是要把整片阴沉的天空彻底劈碎。我低头看着柜内已经发黑熔断的熔断器，还有虚接发热的接地端子牌，这几处不起眼的隐患就是整个大厦供电系统的命门。一旦楼顶避雷针接闪，巨大的雷电流浪涌没有泄放通道，会直接顺着母线冲进核心机房，毁掉一切。我再次按下对讲键，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稳，把隐患的严重性掰开，揉碎了说给他听。王工头，不是我故意拖延，是真的有致命隐患。浪涌保护器就是防雷的第一道闸门，现在后备熔断器熔了，等于闸门直接焊死，再加上接地端子虚接，等电维连接失效，雷电流根本泄放不到大地。现在是红色雷暴预警，一旦楼顶接闪，浪涌会直接窜进主回路，不仅整栋大厦会断电，连地下机房的 UPS 都会被直接击穿。对讲机里沉默了2秒，随即传来王建业更加嚣张的狂笑，笑得刺耳又难听。洛凡，你他妈是不是想钱想疯了？拿这套鬼话来忽悠老子，不就是不想干活，想等老板来了抢功劳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主回路有电，备用的防雷键坏了能死人，能把你那点破工资赔进去。我再给你最后8分钟，必须把双电源切换调试完，不然这个月的底薪全勤，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对讲机里传来咔嗒一声，被他直接挂断了。我咬了咬牙，指尖攥得发白。乡下卧病在床的父亲，下个月的化疗费就要交了，1分都不能少。出租屋的房租也已经拖了半个月，房东已经放了话，再不交就把我的东西全部扔出去。这笔钱我真的不能没有。我深吸一口气，重新俯下身，目光死死盯着柜内密密麻麻的回路。我必须在保证核心安全的前提下，赶在时间截止前完成所有调试。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样极端的雷暴天气里，带着致命隐患作业，就像是在装满炸药的仓库里玩火，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我手里的螺丝刀精准地落在双电源切换柜的端子牌上，动作麻利又谨慎，每接一根控制线，我都会反复核对3次线序，用扭矩扳手拧到标准力矩，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虚接。窗外的炸雷一声比一声近，配电室的应急灯不停闪烁，柜内的电流嗡鸣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时不时发出一阵滋滋的异响。我伸手摸了摸主接地排的虚接端子，金属表面已经烫得吓人，连包裹的绝缘层都开始微微发软。这是大电流过载的前兆临界点，马上就要到了。一旦端子彻底脱开，接地回路完全失效，雷电流浪涌就会像脱缰的野马，直接冲垮整个供电系统。我再次拿起对讲机，第3次申请停机检修。王工头，接地端已经高温发烫，绝缘层都快融化了，必须立刻停机更换配件，重新做等电位连接，再不停机，等雷击中避雷针，整个系统都会崩的，到时候谁都担不起责任。这一次王建业没有回对讲机，下一秒配电室的防火防爆门被他一脚狠狠踹开，他浑身淋得湿透，工装外套胡乱甩在肩上，脸上满是狰狞的怒意，身后还跟着2个看热闹的同班工友。他几步冲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扭矩扳手，狠狠砸在绝缘地垫上，发出一声闷响。洛凡，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老子说了多少次，董事长马上就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是不是故意跟老子作对？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停机检修，老子立刻算你旷工，现在就让你滚蛋！我看着他被贪婪冲昏头脑的样子，心里一阵刺骨的发冷。为了10万块的奖金，为了在老板面前露脸，他竟然真的能把全楼的用电安全，还有公司几千万的核心设备，全都当成儿戏，甚至连人命都不放在眼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扭矩扳手，一字一顿地对着他说，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再说一次，浪涌保护器失效，基地端子虚接，
一旦遭遇强雷暴浪涌，整个供电系统必然崩溃，到时候出了安全生产事故，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王建业听到这话，笑得更加猖狂，他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担不起，老子担得起！疯了，炸了！出了任何事儿，老子负责，老子承担全责，行了吧？个穷鬼值几个钱？别拿你那点破胆子来耽误老子的前程！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剩下的活干完！再敢废话一句，老子现在就让你滚！他那句对老子承担全责，像一根淬了冰的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我眼底闪过一丝极度的冷意，我不再争辩。在这个随时可能被浪涌击穿的高压配电室里，和一个被贪婪和名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争吵，没有任何意义。他想死，我没必要陪着。我深吸一口气，重新蹲回配电柜前，手里的工具再次动了起来，动作比刚才更加精准，更加麻利，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我用自己从业8年的专业技术，给虚接的接地端子做了临时的跨界加固，给熔断的浪涌保护器，并连了一组临时的泄放回路。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这套临时方案只能勉强扛住普通的感应雷，一旦遭遇直击雷，还是会瞬间失效。剩下的路是他自己选的，我能拦住他一次，拦不住他，一心往火坑里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窗外的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狂风卷着雨点，狠狠砸在玻璃上，像是要把整扇窗户都砸碎。我手里的螺丝刀落下，最后一项，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调试完成，所有参数全部符合规范，切换试验一次成功。最难处理的接地隐患也被我用临时方案勉强稳住了。整个大厦的供电系统此刻就像一座被我临时加固过的堤坝，暂时能扛住外面的狂风暴雨。我合上所有配电柜的柜门，摘下绝缘手套和护目镜，对着门口的王建业说了一句：“王工头。”搞定了。王建业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满脸的不屑和鄙夷，像是看一个没用的废物。算你识相，赶紧滚出去，别在这碍眼。我看着他急不可耐的样子，心里冷冷地念了一句：王建业，既然你上赶着找死，那这口锅你就自己背紧了。王建业一把推开我，凑到配电柜前，伸手指着锃亮的柜门，对着身后的工友骂骂咧咧：你们都看看，这小子干个活磨磨蹭蹭的，像个废物一样。最难的调试磨了快1个小时，差点耽误了董事长的视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他一边骂一边伸手就要去拉总进线柜的柜门，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工装领口，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董事长已经上电梯了，这最后收尾的操作演示，老子亲自来。哼，今天这安全标兵和10万块奖金，没你这穷鬼沾边的份儿。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急功近利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波澜。他以为自己抢的是露脸的机会，是10万块的奖金，可他不知道他抢的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催命符。王建业看着我不声不响的样子，以为我被他的气势镇住了，气焰更加嚣张。他直接挡在了所有配电柜的正前方，对着在场的所有工友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声音大到整个配电室都能听见。你们都看看这小子，刚才在里面磨洋工，还拿什么故障借口来偷懒代工？要不是我死死盯着，他差点把公司几千万的高压柜给弄出问题，真是个废物。洛凡，你不仅操作不规范，还企图用假故障借口耽误公司重要视察，给项目抹黑。老子现在正式通知你，这个月工资扣半。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工地！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他，眼里满是不敢置信，扣半薪，还要当场开除我。我拼着命在红色雷暴天里帮他搞定了所有的隐患，完成了所有的调试工作。他转头就要卸磨杀驴，开除我。王建业看着我震惊的样子，突然放声狂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怎么，不服？不服去告我啊！在这间配电室里，老子就是规矩。现在立刻给我滚！别在这脏了老子的眼！他一边骂一边急不可耐地再次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工装，伸手就要去拉开高压柜的柜门。他要在董事长走出电梯的那一刻，刚好站在配电柜前，摆出一副亲自作业、兢兢业业的样子，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就在这时，我的手默默插进了工装裤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录像，放到了胸前的口袋里，正好露出了摄像头。录像正式开启。我故意向前走了一步，站到了那几个工友的旁边。这个位置刚好能把王建业的声音还有周围工友的附和声最清晰、最完整的收录进去。我清了清嗓子，故意提高了音量，开口喊住了正要碰柜门的他：王工头，等等！王建业猛地转过头，满脸的不耐烦，像是看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又干什么？想求饶？晚了！我摇了摇头，语气平静的开口，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确保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见。不是求饶，我刚才在里面真没骗你。那个主接地排的固定端子，刚才因为高温已经虚接脱扣了。还有浪用保护器的熔断器也熔断了，现在雨越来越大，雷暴越来越近。要不您先别碰设备，我进去把配件换了，重新加固好，您再做收尾演示也不迟。毕竟安全生产是第一位的。我在心里默念咬钩吧，笨蛋！只要你敢接这句话，敢把那句全责的承诺再说一遍，深渊就在下面等着你。王建业听完我的话，突然爆发出一阵更加猖狂的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换配件，老子换你个头！少在这儿给我危言耸听，什么脱扣，什么虚接，全都是你想偷懒的借口！他伸手指着我的鼻子，骂得唾沫横飞，脸上的肌肉都因为愤怒而扭曲。我告诉你，洛凡，这套设备我刚刚亲自检查过，所有的螺丝、回路、开关、保护装置绝对稳固，安全的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想拖延时间，等董事长来了抢功劳是不是？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王建业越骂越激动，伸手指着配电室的大门，对着我发出最后的怒吼，声音震得我耳膜发疼。这10万块奖金是我的，今天这营检的活我干定了，出了任何事儿不用你操心，也是老子全权负责，跟你个被开除的废物没有半毛钱关系，听懂了吗？现在给我立刻滚蛋！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地被我口袋里的手机录了下来，分毫不差。确定把这些都录了下来之后，我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按下了暂停。视频文件保存成功。我点了点头，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好，既然王工头这么有担当，设备你也亲自验收过了，那我就不打扰您领奖了。王建业冷哼一声，满脸的不屑，像是赶走了一只碍眼的虫子。算你跑得快。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拿起放在门口的工具包，径直走出了高压配电室。走廊里的穿堂风很大，吹得我的工装衣角猎猎作响，带着雨后潮湿的凉意。我走到大厦1楼的大厅门口，停下脚步，抬头看向楼顶的避雷针。天边一道惨白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整片阴沉的天空，紧接着是一声震得整个楼体都微微发颤的炸雷。30层之下，几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大厦门前的洛克区。几名西装革履的高管正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身边还跟着扛着相机的品牌部人员，那就是集团的董事长还有他带来的风投团队。而30层的高压配电室里，王建业正站在配电柜前，整理着自己的衣领，摆出一副专业严谨的作业姿态，等着老板上来视察。他不知道死神已经攥住了他即将碰到柜门的那只手。我站在大厅的玻璃门后，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暴雨，口袋里的手机还带着我体温的余温。我很清楚，刚才王建业说的那些话，就是他给自己挖好的坟墓。电梯的提示音在大厅里响起，清脆又刺耳。董事长和一群高管簇拥着走进了观光电梯，抬手按下了30层的按钮。电梯轿厢缓缓上升，玻璃外是整座城市被暴雨笼罩的景象。我能想象到，此刻的王建业一定正拿着干净的抹布，对着已经被我调试好的配电柜，装模作样的擦着柜门，对着电梯口的方向摆出一副兢兢业业、亲力亲为的样子。楼下隐约传来了相机的快门声，是跟着董事长一起来的品牌部媒体正在拍董事长视察一线、重视安全生产的宣传素材。我甚至能猜到王建业此刻的嘴角一定笑得快要咧到耳根了。10万块的现金奖金，董事长的当面赏识，还有公司年度安全标兵的头衔，他觉得这波稳了。就在这时，大楼东侧的上空，一团厚重的积雨云猛地压低，像是要直接盖在楼顶之上。一股极其强悍的雷暴云团直直地压向了大厦的楼顶。天边一道粗壮的闪电像一把开天辟地的巨斧，狠狠劈向了大厦楼顶的避雷针。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响彻了整条街道，连脚下的地面都跟着微微震动。整个大厦的灯光瞬间疯狂闪烁起来，明灭不定。大厅里的消防应急灯全部亮起，发出刺目的红光。我心里清楚，该来的终于来了，躲不掉的。30层的高压配电室里，王建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巨大的电流嗡鸣从配电柜里猛地爆发出来，刺耳又令人牙酸，像是有无数只虫子在疯狂啃食金属。他惊恐地死死抓住配电柜的柜门把手，双腿不受控制地开始发软，整个人都抖得像个筛子。生极其刺耳的绝缘层烧焦的味道瞬间弥漫了整个配电室，呛得人睁不开眼睛。从总进线柜的左侧猛然爆出了一团刺眼的蓝白色电火花，足足有半米多长。王建业猛地转头，双眼瞬间暴突，瞳孔缩成了一个针尖。他亲眼看到那颗原本应该死死咬住接地排的固定端子，因为高温虚接，在巨大的浪涌电流冲击下，正一寸一寸地被强行崩开，连带着铜牌都烧得发黑发红。不！救命！快拉总闸！快停掉高压！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音都劈了叉，可已经晚了。虚接的端子彻底崩飞，在空中划出一道致命的抛物线，砸在绝缘地垫上，发出一声脆响。配电柜上的电压表、电流表、指针瞬间打满，然后狠狠炸开，玻璃碎片溅了王建业一脸。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失去了接地保护的浪涌电流，顺着机房专用的双回路专线，以光速冲进了大厦地下2层的核心数据机房。机房里的 UPS 不间断电源瞬间被高压击穿，发出一声闷响，冒出滚滚黑烟。10几台承载着集团所有核心业务的服务器同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锐警报，然后屏幕一黑，彻底宕机。机械硬盘在巨大的电流冲击下发出一阵咔咔的死亡异响，然后彻底停转。里面存储的集团所有核心客户数据、供应链系统、财务系统、未上市的产品研发资料、风投尽调核心数据，在一瞬间彻底格式化、物理损毁殆尽。地下2层的机房里，浓烟瞬间冒了出来，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消防烟感警报瞬间触发，响彻了整个大厦的每一个角落。1楼大厅里，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只剩下应急灯的红光不停闪烁，晃得人眼晕。门口的旋转门因为突然断电，彻底卡死，发出一阵咔咔的异响。刚才还簇拥着董事长的高管们，瞬间乱作一团，像是被捅了的马蜂窝。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每一个电话都带着一个毁灭性的坏消息。不好了，核心机房全毁了，所有服务器全部烧毁，物理损毁，业务系统全崩了，所有客户数据、供应链数据全没了，根本恢复不了。楼下6辆公务车被楼顶吹落的避雷带砸坏了，其中就有董事长的迈巴赫。董事长，
您没事吧？快保护董事长！董事长看着乱作一团的人群，捂着胸口，脸色惨白如纸，身子晃了晃，差点直接晕过去，被身边的助理一把扶住。而30层的高压配电室里，王建业已经被吓得半死，瘫在冰冷的绝缘地垫上，浑身抖得像个筛子，裤裆处一片刺眼的湿痕，散发着难闻的骚臭味。他连滚带爬地缩到墙角，大口大口地干呕着，连黄胆水都快吐出来了。配电室的防火门被一脚踹开，大厦的物业总经理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身后跟着4个如狼似虎的安保人员，还有一名脸色铁青的集团工程总监。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物业经理眼睛都红了，一把揪起地上还在干呕的王建业的领子，几乎要把他整个人提起来。核心机房全毁了，3块主营业务系统彻底崩盘，客户数据全丢了，初步定准20亿起步。你长了几个脑袋？给我赔20亿！王建业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浑身一颤，白眼一翻，差点直接晕过去。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必须找到一个替死鬼，就是你了，洛凡。王建业猛地挣脱物业经理的手，像一条疯狗一样，指着刚刚走进配电室的我，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是他，就是他干的！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集中在了我的身上。王建业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滚带爬地冲到工程总监面前，指着我不停控诉，口水喷了一地。这小子平时手脚就不干净，操作极度违规，多次违反安全规程。10分钟前，我刚因为他违规操作，企图破坏设备，当众开除了他。他怀恨在心，这是蓄意报复，是他，绝对是他。他走之前在设备上动了手脚，拧松了接地端子，弄坏了浪涌保护器，这是谋杀，这是蓄意破坏公司财务。物业经理和工程总监的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黑得像锅底一样。他们正愁找不到人背黑锅，给董事长和风投团队一个交代。不管是真是假，先把人控制住再说。把他给我扣下！工程总监一声怒喝，声音都劈了叉。4个膀大腰圆的安保人员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不由分说地反剪住我的双臂，将我死死按在了冰冷的墙壁上。我没有剧烈挣扎，只是微微偏过头，冷冷地看着按住自己的保安。你们干什么？你涉嫌破坏千万级电力设备以及公司核心数据，危害公司公共安全，立刻报警，让法务部马上带认罪书来。今天就算扒了你一层皮，这笔钱你也得给我吐出来。刚才还目睹了全过程的几名工友，此刻面对高管的暴怒和20亿的天文数字，全都吓得缩着脖子，死死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人敢在这时候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人性的凉薄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听见没有？你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王建业看着被按在墙上的我，脸上再次露出了小人得志的狞笑，笑得无比猖狂。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手臂被扭得生疼，但我没有愤怒，没有辩解。我看着王建业那张扭曲的脸庞，再看看周围不分青红皂白的高管们，我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令人心寒的冷笑。跳吧，站得越高，摔得越惨。那份我早就准备好的大礼，马上就给你们端上来。10分钟后，我被2名保安押着走进了大厦负1层的全封闭会议室。会议室里的冷气开得极低，仿佛要洞穿人的骨髓。砰！一份厚厚的文件被狠狠砸在光滑的会议桌上，滑到了我的面前。文件抬头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严重违规操作及蓄意破坏公司电力系统认罪书。我被2名保安一左一右死死按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对面坐着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有脸色铁青的集团副总。王建业则像一条邀功的哈巴狗，站在副总身后，恶狠狠地盯着我，眼里满是怨毒和得意。签字，按手印。法务总监的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像是一把淬了冰的刀。洛凡，核心机房所有服务器物理损毁，3大主营业务系统数据彻底丢失，加上楼下损坏的公务车，风投合作的违约金初步定损20亿，这笔钱你10辈子都还不起。公司现在网开一面，只要你签了这份认罪书，承认是你因为被开除而心生怨恨，蓄意拧松了接地端子，破坏了供电系统，公司可以考虑不追究你的刑事连带责任，只走民事赔偿。我看着面前的认罪书，心里一阵冷笑。一旦签了字，这辈子就彻底毁了。20亿的巨债加上这份认罪书，他们随时能把我送进大牢，把牢底坐穿。好一招杀人诛心啊！跳吧，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我抬起头，冷冷地看着对面的几个人，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议室。监控看了吗？现场勘验做了吗？单凭他上下嘴唇一碰，20亿的损失就直接扣在我头上。副总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对着我怒吼：“你还敢嘴硬？我们有证人，王建业和在场的所有工友都能证明你在作业期间多次违规，还被当场开除。”王建业立刻在一旁附和，满脸的嚣张和得意，像是已经稳操胜券。难道是我自己干的吗？我疯了吗？毁自己的项目？董事长现在还在医院做全面检查，集团股票下午已经跌了3个点。洛凡，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法务总监冷冷地补了一句，手里的钢笔在桌上敲得哒哒响。证据，王工头的指认，还有工友的证词就是证据。现在我们需要有人立刻给董事长、给风投方、给公众一个交代。原来如此，我瞬间就明白了，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们只需要一个毫无背景的底层员工来平息老板的怒火，来保住他们自己屁股下的位置。王建业见我沉默不语，更加得意，他绕到我身边，弯下腰，对着我恶狠狠地低声威胁，声音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穷鬼，看清楚现实吧！在这里，老子说你是，你就是签了他，不然老子找人弄残你乡下那个卧病在床的爹！”我的眼神瞬间变得如野兽般危险，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冻结了。我猛地抬起头，死死盯住了王建业那张狰狞的脸。他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随即又嚣张起来：“看什么看？按手印，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门！”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被保安按着的手臂缓缓发力，手慢慢摸向了工装的内兜。你要干什么？按住他，别让他乱动！副总看到我的动作，立刻一声怒喝，眼里满是警惕。按住我肩膀的2个保安立刻加大了力。
力气，想要把我死死按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可他们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常年维修电路拧螺丝练出来的臂力，让我硬生生挣脱了他们的束缚。我根本没理会扑上来的保安，伸手探进工装内兜，掏出了一样东西，一部屏幕碎裂的旧手机。王建业看到我手里的手机，脸上的嚣张笑容瞬间僵住，眼里闪过一丝极致的慌乱和恐惧，脸色瞬间惨白。你想干什么？这是什么？我没有理会他的慌乱，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动作干脆利落。蓝牙开启，搜索周边设备，连接天珠大厦 VIP 会议室大屏幕，连接成功。法务总监看着我的动作，发出一声冷笑，语气里满是不屑和笃定。怎么想打电话叫人？你就算把你祖宗18代叫来，今天这字你也得签。在这栋楼里，我们说的话就是规矩。我没有说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大拇指悬停在了手机视频的播放键上。我抬起头，目光冷冷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从脸色铁青的副总到故作镇定的法务总监，最后落在了双腿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发软的王建业身上。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议室。王建业，20亿的烟花好看吗？话音落下的瞬间，我按下了播放键，视频里的声音和画面通过会议室的大屏幕清晰地放大出来，没有一丝杂音，是王建业在配电室里那嚣张又猖狂的声音，分毫不差。换配件，老子换你个头！少在这给我危言耸听，什么脱扣，什么虚接，全都是你想偷懒的借口。我告诉你，洛凡，这套设备我刚刚亲自检查过，所有的螺丝、回路、开关、保护装置绝对稳固，安全的很。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副总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一样，死死地盯着王建业。法务总监手里的钢笔猛地停在了纸上，眼里满是震惊。录音还在继续播放，王建业那句最致命的承诺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这10万块奖金是我的，今天这营检的活我干定了，出了任何事儿不用你操心，也是老子全权负责，跟你个被开除的废物没有半毛钱关系，听懂了吗？现在给我立刻滚蛋！视频播放完毕，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只有空调出风口的风声呼呼作响。王建业浑身抖得像个筛子，双腿一软，差点直接瘫在地上。他慌忙摆手，语无伦次的辩解：不是的，张总、李总监，这视频是他剪辑的，是他伪造的，他故意诱导我说的话，这不算数，真的不是我干的。我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伪造、剪辑，我早就料到了他会这么说。我手里还有第2份更致命的铁证。伪造、剪辑。你自己看，我做的每一步维保操作都有照片、视频和操作记录，时间精确到秒，分毫不差。我发现熔断器熔断，基地端子虚接的时间是上午10点12分。我3次给你发微信汇报隐患，申请停机检修，你都骂了回来。微信记录在这里。我做临时跨接加固并连卸放回路的时间是上午10点28分。所有操作都符合高压电器安全规程，有照片为证。我完成双电源切换调试，所有参数合格的试验报告也在这里，每一个数据都可查。副总立刻拿起手机，一张一张地翻看着，脸色越来越难看，手都开始微微发抖。法务总监也凑了过去，看完所有的记录和微信截图，脸都绿了，看向王建业的眼神像是要吃了他一样。还有，你说我走之前动了手脚，我10点35分走出配电室，10点38分就到了1楼大厅，大厅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而雷击发生的时间是10点42分。这中间的7分钟，我一直在大厅，根本没靠近过配电室，反倒是你在我走之后，亲手拆开了配电柜，拆掉了我做的临时加固回路，强行把已经熔断的浪叔保护器合闸，想要给老板检视操作。配电室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不是吗？王建业听到这话，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干了，直接瘫在了地上。他怎么也没想到，我竟然留了这么多后手，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他更没想到，自己当初为了抢功，亲手拆掉的是自己唯一的活路。会议室的门被人猛地推开，物业经理拿着一个平板电脑，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脸色惨白，手都在抖。张总、李总监，配电室的监控调出来了，你们快看！他把平板放在会议桌上，点开了监控视频，视频里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全过程。我全程规范操作，认真排查隐患，反复调试设备，没有任何违规动作。而我走了之后，王建业亲手拉开了配电柜的柜门，拆掉了我做的临时接地跨接线，还把已经熔断的浪涌保护器强行合闸推了上去，甚至为了演示的时候好看，他还把我设置好的过流保护定值私自改小了，导致保护装置彻底失效。视频播放完毕，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辩解，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王建业，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建业浑身抖得像个筛子，连话都说不完整了，嘴里反复念叨着：张总，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给老板留个好印象，我没想到会这样，真的没想到。是洛凡他故意给我挖的坑，是他害我。我看着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在往我身上泼脏水，心里没有半分波澜，只剩下无尽的冷笑。我给你挖的坑，我3次提醒你有致命隐患，3次申请停机检修，是你自己不听，非要抢功，还说出事你全权负责。我给你做的临时防护是你自己亲手拆掉的，设备是你自己亲手改的，现在出事了，怪我。王建业，
路是你自己选的，坑是你自己跳的，现在摔死了，只能怪你自己眼瞎。把他给我按住，立刻报警！2个安保人员立刻冲了上来，一把按住了瘫在地上的王建业，反剪住了他的双臂。张总，别报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在公司干了5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求你了。没有人理会他的哭喊和求饶，在20亿的损失，还有集团可能面临的风投违约、股价暴跌面前，他那点所谓的苦劳一文不值。法务总监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清晰的报了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语气冰冷。挂了电话，副总转过身看向我，脸上的怒意瞬间消失，换上了一副讨好的笑容，对着我伸出了手。骆师傅，对不起，刚才是我们不分青红皂白，误会你了，我给你道歉。你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整个大厦的供电系统都瘫了，核心机房也毁了，全公司只有你最熟悉这套系统，能不能请你留下来帮忙处理事故，恢复供电？之前开除你的决定作废，工资给你翻3倍，不翻5倍。周围的高管们也纷纷凑了上来，对着我赔笑脸说好话，和刚才那个要把我送进大牢的样子判若两人。我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心里一阵冷笑。刚才还要逼我签认罪书，把我当成替罪羊，现在发现我有用了，就转头来讨好我，晚了。我摇了摇头，抽回了自己的手，没有和他握手。不必了，王工头刚才已经当众把我开除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在配电室里他就是规矩，我现在和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说完，我拿起放在桌上的工具包，转身就要走。他们瞬间慌了，连忙拦住了我，嘴里不停说着好话，开出的条件越来越高。副总连忙拦住了我，脸上满是焦急，生怕我就这么走了。骆师傅，你别走啊！工资翻10倍，年薪50万，不80万，我现在就跟董事长申请，给你办正式编制。还有刚才的事儿，我们给你赔礼道歉，给你精神补偿20万，不50万，现在就给你打款。我看着他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依旧摇了摇头，语气平静。我不要你的补偿，也不要你的高薪，我只拿我应得的。这个月我干了22天的工资，1分不少的给我结了就行，其他的免谈。法务总监连忙凑了上来，对着我小心翼翼地开口：骆师傅，我们知道这次是我们不对，是王建业的问题，我们已经报警处理他了。但是现在核心机房的服务器全毁了，里面的核心数据对公司来说就是命根子啊。你是电气专家，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把数据恢复了？只要能恢复数据，你开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说出了一句让他们瞬间坠入冰窟的话：恢复不了。服务器的硬盘是被强雷电浪涌直接击穿，磁头和盘片全部物理损毁，不是简单的逻辑删除。别说我了，就算是把国际顶尖的数据恢复专家请来，也恢复不了一个字节的顺序。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求我恢复数据，而是赶紧准备好违约金，给你们的客户，给风投方，还有给证监会一个交代。听完我的话，副总腿一软，差点直接瘫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他比谁都清楚，这些核心数据的丢失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20亿直接损失，更是整个公司的未来。而这一切都源于王建业为了10万块奖金，那愚蠢又贪婪的抢功行为。是你害了我，是你害了我！我冷冷地看着他被押进警车，没有半分波澜。路是他自己选的后果，自然也要他自己承担。公司的财务很快就把我这个月的工资1分不少地打到了我的卡上，还额外多打了2万块，说是精神补偿。我看着手机里的到账短信，把那2万块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我只拿我应得的，不该我拿的1分都不会要。处理完所有的事情，我拿着我的工具包走出了天珠大厦。外面的雷暴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了一抹淡淡的阳光，穿透了厚厚的云层，洒在了湿漉漉的街道上。我深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心里无比轻松。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是当初和我一起在配电室的一个工友发来的。他给我道歉，说刚才不敢站出来为我说话，是因为怕丢了工作，求我原谅。我看着消息没有回复，直接删掉了。人性的凉薄我早就见识过了，没什么好计较的。我拿出手机，点开了浏览器，报名了注册电气工程师的专业考试，还有国际电工委员会的 IEC 高压电气认证考试，那是全球电气行业最顶级的认证，持证人在国内不超过100个。王建业为了10万块的奖金，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而我要借着这次的事情彻底跳出这个圈子，走上更高的台阶。我的人生不该困在这小小的配电室里，和一群贪婪又愚蠢的人勾心斗角。接下来的3个月，我推掉了所有零散的维保活，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全身心的备考。父亲的化疗费，我用攒下来的工资提前交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刷题、做模拟试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里。当初在工地上摸爬滚打8年攒下的实操经验，加上系统的理论学习，让我的进步飞快。3个月后，我顺利通过了注册电气工程师的专业考试，拿到了证书。又过了1个月，我去上海参加了 IEC 高压电气认证的考试，一次性通过，拿到了那本烫
杠金的认证证书，成了国内最年轻的持有这项顶级认证的电气工程师之一。证书拿到手的那天，我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我王建业的案子开庭，问我要不要出庭旁听。我想了想，答应了。开庭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被告席上的王建业。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像是老了10岁，头发白了一半，满脸的憔悴和颓废，再也没有了当初那嚣张跋扈的样子。法院的判决下来了，王建业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时需要赔偿天珠集团经济损失1800万元。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同情，也没有半分快意。你当初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规则，无视隐患，无视别人的生命安全，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后果。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庭审结束，我走出法院，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归属地是本地。请问是洛凡洛公吗？你好，我是天珠集团的董事长周明远。听到这个名字，我微微愣了一下。天珠集团的董事长就是当初王建业拼了命想要讨好的董事长。周总，你好，有事吗？洛公，4个月前的事情我已经全部了解清楚了，是我们公司管理失职，让你受了委屈。我在这里给你郑重的道歉。我知道我们公司之前的人开出的条件没有入你的眼，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真诚的邀请你来我们集团担任电气安全总顾问，负责整个集团全国所有项目的电气安全改造和运维管理，年薪税后200万，配车配房，项目分红另算，集团给你配独立的技术团队，所有事情你说了算。这个条件对于一个4个月前还在工地里爬杆拧螺丝的维保电工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价。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一口答应了，但我没有。我想起了4个月前在那个冰冷的会议室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我当成替罪羊，逼我签认罪书的样子。周总，感谢你的赏识，不过合作的事情我需要考虑一下，3天后给你答复。应该的，应该的，洛公你慢慢考虑，不管你最终答不答应，我都想请你吃个饭，当面给你赔个罪。我答应了他的邀约，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 IEC 认证证书，嘴角微微上扬。4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随时可能被开除的底层维保电工，变成了连上市公司董事长都要亲自打电话邀请的技术专家。而当初那个嚣张跋扈，把我踩在脚下的王建业，却成了阶下囚，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人生的起落，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第2天，我如约去了周明远订的私房菜馆，包厢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带任何助理和高管，显得非常有诚意。看到我进来，他立刻起身，对着我伸出了手，脸上带着真诚的歉意。洛公，你好，我是周明远，再次为之前的事情给你道歉。我和他握了握手，坐了下来。饭桌上他没有再提让我入职的事情，只是和我聊了聊电气行业的现状，还有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我能看出来他是真的懂技术，不是那种只会看报表的老板。聊到深处，他叹了口气，对着我说起了4个月前的那场事故。那场事故差点让整个集团都垮了，核心数据全部丢失，风投撤资，股价暴跌，集团差点就资金链断裂了。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他们为了甩锅，竟然要逼你签认罪书，是我管理无方，让你受委屈了。他说着，拿出了一份文件，推到了我的面前。我知道你不想入职，受我们公司的制度约束，所以我想请你以第3方技术服务商的身份来主导这个项目，项目利润的30%归你个人所有，所有的技术决策都由你说了算。我们集团全力配合，绝不干涉。我看着面前的计划书，心里微微一动。3个亿的项目，30%的利润分成，意味着这个项目做完，我能拿到将近1个亿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能让我在整个行业里彻底站稳脚跟，打响自己的名气。我抬起头，看着周明远，缓缓开口：“但是我有2个条件。”周明远立刻坐直了身体，看着我，语气认真：“洛公，你说，别说2个条件，就算是20个。”只要我能做到，都答应。我伸出一根手指，说出了第1个条件。第一，这个项目的所有施工团队全部由我来挑选，所有的安全规程必须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来执行，任何人不得干涉。我不想再看到为了赶工期抢功劳就无视安全规程，拿人命和资产当儿戏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周明远立刻点头，没有丝毫犹豫。没问题，这个是应该的。整个项目你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你的决定，包括我在内。我伸出第2根手指，说出了第2个条件。第2，当初在会议室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逼我签认罪书的那个副总，还有法务总监，我不想在项目里再看到他们2个人。我可以不和他们计较，但我不会和他们合作。周明远再次点头，语气干脆：“洛公，你放心，这2个人已经被我降职开除了，现在已经不在集团了。当初的事情，他们不仅管理失职，还试图掩盖真相，找替罪羊。这样的人，我们集团不可能再留。”2个条件他都一口答应了下来，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我拿起桌上的项目计划书，翻了翻，然后拿起笔，在合作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总，合作愉快。周明远看着我签下的名字，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合作愉快，洛公，谢谢你能给我们这个机会。签完合同，我走出了私房菜馆，外面的阳光正好洒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拿出手机，给老家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父亲的化疗费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电话那头的母亲哭着说好，反复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挂了电话，
我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心里无比坚定，我的人生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项目正式启动后，我成了整个行业里炙手可热的新星。不到30岁的年纪，手握 IEC 顶级认证，主导3个亿的电器改造项目，无数的上市公司、国企、央企都来找我合作，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优厚。我带着自己组建的技术团队，跑遍了全国的项目现场，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严格执行安全规程，绝不允许任何一丝隐患的存在。4个月前那场血淋淋的教训，我永远都不会忘。电气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更容不得半分贪婪。有一次，我去天珠大厦的项目现场巡检，刚好碰到了当初那个逼我签认罪书的副总，他现在被降职成了项目上的一个普通专员，穿着工装在现场打杂，看到我立刻满脸堆笑的迎了上来，对着我点头哈腰。洛公，您来了，快里面请，喝口水。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您看能不能在周总面前帮我说2句好话，给我个机会。我看着他谄媚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波澜，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了过去。当初他高高在上要把我送进大牢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路是自己选的，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项目推进的非常顺利，所有的改造都严格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执行，完美解决了天珠集团所有项目的电气安全隐患。项目验收那天，周明远带着集团所有的高管亲自到了现场，看着验收报告上全部合格的参数，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洛公，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帮了我们集团的大忙了。以后我们集团所有的电气项目全部交给你，我们只信你。我笑了笑，和他握了握手。周总客气了，保证电气安全是我的本职工作。那天晚上庆功宴结束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归属地是本地的监狱。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又沙哑的声音，是王建业。听到王建业的声音，我微微愣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有事吗？电话那头的王建业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嚣张气焰。洛凡，不，洛公，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初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贪得无厌，是我对不起你，我给你道歉，求你原谅我。我拿着电话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语气平静。你不用给我道歉，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你对不起的是那些因为你的违规操作丢了工作的同事，是差点因为你破产的公司，还有你自己的家人。王建业听到这话，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我知道我错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带着孩子走了，房子被法院拍卖了，我爸妈跟我断绝了关系，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走。我现在背着1800万的债务，还要坐3年牢，我这辈子彻底毁了。洛公，我求你帮帮我，你现在和周总关系好，你帮我说说情，让公司撤了民事赔偿行不行？我出去之后给你当牛做马，干什么都行，求你了。我听着他的哭喊和求饶，心里没有半分同情。当初他为了10万块奖金无视隐患，把我的命当儿戏，当众开除我，还要把我当成替罪羊送进大牢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当初他威胁我要弄残我卧病在床的父亲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缓缓开口，声音冰冷，没有一丝温度。王建业，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你。你当初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规则，无视隐患，无视别人的生命安全，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后果。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不是的，洛凡，你不能这么对我。王建业在电话那头情绪彻底崩溃，语无伦次地喊着：要不是你当初给我挖坑，我怎么会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是你故意录的音，是你想看我笑话。我听着他倒打一耙的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给你挖坑，我3次提醒你有致命隐患，3次申请停机检修，是你自己不听，非要抢功，还说出事你全权负责。录音是我录的，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是你自己亲口承认。设备你亲自检查过，出了事你全权负责，我没有逼你说一个字。路是你自己走的，坑是你自己跳的，现在摔死了，只能怪你自己眼瞎心黑，贪得无厌。说完，我没有再听他的哭喊和咒骂，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把号码拉进了黑名单。我不会再和他有任何的交集，他的人生已经彻底坠入了黑暗，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发光。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桌前，看着桌上的项目图纸，还有新的合作邀约。国内最大的电网公司邀请我做他们的特聘技术专家，参与国家电网的特高压项目改造，这是无数电气工程师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机会。我拿起笔，在图纸上落下了最后一笔。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图纸上，也洒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8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在工地上被工头呼来喝去，随时可能被开除的底层维保电工，为了下个月的房租和父亲的化疗费发愁。8个月后，我成了国内电气行业炙手可热的技术专家，手握顶级认证，主导上亿的项目，连上市公司董事长和电网公司都要抢着和我合作。而当初那个把我踩在脚下的王建业，却成了阶下囚，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众叛亲离，妻离子散。人生的起落从来都不是偶然，敬畏规则，尊重技术，脚踏实地，生活自然会给你应有的回报。无视规则，贪得无厌，急功近利，最终只会被自己的贪婪拖入无尽的深渊。1周后，我答应了国家电网的邀约，成了他们的特聘技术专家，参与特高压项目的安全改造。我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城里，买了一套宽敞的房子，找了最好的医院和医生，给父亲做后续的治疗。父亲的病情在精心的治疗下一天天好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母亲每天在家做饭，跳广场舞，再也不用为了钱发愁，再也不用整夜的睡不着觉，看着他们
么开心的样子，我心里无比的满足。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闲暇的时候，我会回到当初的那个工地，给新来的维保电工们做安全培训，讲电气安全规程，讲我亲身经历的那场事故。我告诉他们，干我们这一行的，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永远不要心存侥幸，永远不要为了任何利益去触碰安全的红线。因为电是最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你是工头，你是领导，就对你手下留情，它只会严格遵守物理规律。你犯了错，就必然会付出代价。有一次培训结束后，一个年轻的电工问我：洛公，你后悔当初吗？如果当初你没有录那个视频，没有留那些证据，可能这辈子就毁了。我看着他笑了笑，我不后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那些证据去害谁，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人这一辈子，不管干什么，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敬畏规则，尊重技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剩下的，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说完，我转身看向窗外，阳光正好，万里无云。我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而那些被贪婪吞噬的人，终将永远困在自己挖的深渊里，不见天日。张阿姨叹了口气，说我太狠心了。可她不知道，当初赵鹏飞夫妇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我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对于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不会心软，也不会原谅。日子依旧平淡而幸福的过着。我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明白，这世上的路终究要靠自己走，没有人能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但我也明白，有人为你照着一程，哪怕只是一程，也足够你走完剩下的夜路。妈妈和后爹就是那个为我照着一程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我，让我从自卑懦弱变得自信勇敢，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我知道，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我都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我身边，为我撑腰，为我保驾护航。偶尔我也会想起赵鹏飞夫妇和刘子龙，听说赵鹏飞在监狱里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但他的人生早已被自己毁掉了。赵鹏飞的妻子依旧过着艰难的生活，带着孩子相依为命，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和刻薄。刘子龙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他在外地打工，过着平凡的生活，也有人说他又犯了错，再次进了监狱。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心里没有丝毫波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的结局都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我知道那些曾经的伤害，那些曾经的委屈，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垫脚石。而那些温暖的守护，那些真挚的爱意，将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前进的动力，陪伴我走完人生的每一段路。